它是台湾的莒光部队，它是台湾马祖3大守备部队之一，它曾赢得一项最高荣誉，它就是台湾莒光守备大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莒光列岛位于台湾金马地区马祖列岛南部，台湾岛西北方向，隔海与福建闽江口、罗源湾和黄岐半岛相望，由东莒岛、西莒岛2岛以及附属小岛屿组成，合称莒光列岛。原名东沙、白泉等，面积仅 4.7 平方公里。1971年，台湾有关高层为鼓励岛孤人不孤，人穷志不穷，以勿忘在莒为寓意，将此地命名为莒光。而驻守此地的莒光守备大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福建海上保安队奉命调往白泉岛，担负起该岛的守备任务，由此开始了该岛的驻军历史。1949年8月，出于加强在闽江口和平潭水域的军事力量，福建海上保安队奉命向白泉岛增派第1梯队，以巩固提升该岛守备力量。1952年5月，出于继续提升白泉岛守备力量和驻守该岛的闽保纵队进行协防的考虑，第57师1部随即奉命调往该地，划归入金门防卫部麾下。1953年年初，为了提高白泉岛守备部队的整体水平，海保纵队奉命抽调部分兵力前往金门进行部队训练，并在随后同年的数次行动中，因荣获了永不褪色的碧血之最高荣誉。在回防白泉岛后，奉命划归白泉第3突击大队和第1、2、4突击大队进行定期换防，借此加强该地区守备部队的军事防御水平。1953年10月，鉴于白泉岛还没有正规部队守住的考虑，第18师53团随即奉命进驻该岛，成为第1支进行白泉岛守备的正规部队。1955年3月，随着军事体系的日渐完善，马祖守备区指挥部也得以正式成立，白泉岛也在该指挥部成立后，于本岛正式组建白泉守备队，由第84师第2大队第46支队、第57师107团和野战炮兵第226营负责该岛的守备任务。同年6月，第3军第534工兵营第1连奉命接替派往金门的第46支队，加入白泉守备队。在不久之后，榴炮第611营和山炮第226营也于8月到11月间陆续调往白泉岛，加入白泉守备队。该部队也在此之后开始了较为漫长的部队编制轮换历史。1957年5月，出于代号5月的演习需要，原驻守部队随即调往别处，白泉列岛的守备任务交由第51师153团的第3营和151团负责。1959年10月，出于代号宏达的演习需要，第49师147、146、145团之42炮兵连3个和第1总队第4大队奉命调往白泉岛。1960年5月，第26师第77团外加1个营奉命调往东泉担负守备任务，并由该师副师长担任白泉岛指挥官。1961年6月，出于代号海象的演习需要，原驻守部队被调往了别处，白泉列岛的守备任务交由第28师81团负责。1962年6月，出于提高白泉列岛驻守力量的考虑，在地原82师81团被调走之后，步兵第84师251团奉命进驻白泉岛驻扎。1963年2月，出于代号金狮的演习需要，第84师251团被调离白泉列岛，其防务交由奉命进驻因擅长战术研习和武器开发，所以被称为实践部队的独立32师76团负责。1965年5月，从1955年成立至今已经超过10年之久的白泉守备队，因马祖守备区指挥部被同年组建的马祖防卫司令部所取代，也随即改编为白泉守备区。该区域防务由战防炮第4团下辖的102营负责。1967年5月，出于代号卫星的演习需要，第10师代号为虎啸部队下辖的第28团接替被调离的原白泉守备区部队防务，但在不久后，同年12月，又因代号飞鸟的演习需要，该岛防务交由第26师78团负责。1971年10月，由于白泉列岛被命名为莒光列岛，原白泉守备区随即更名为莒光守备区。1972年6月，因为代号吴国的演习需要，
第68师第203旅奉命进入莒光守备区，接替被调走的第93师第278旅。1975年7月，因代号鞍马的演习需要，随即对莒光守备区兵力规模和性质进行了改变，轻装步兵师开始进入该区驻防。1978年3月，因代号同安的演习需要，第249师开始作为莒光守备区守备部队，接替于去年进驻该区的第109师的守备任务。1983年8月，出于代号陆鹏3号的演习需要，莒光守备区守备部队不再以营以上单位作为换防部队，仅以营级部队单位进行轮调。1984年4月，由于莒光守备区的内部改革基本完成，第249师随即奉命改编为莒光指挥部，代号莒光部队，成为莒光列岛的常驻军事力量。同年8月，出于台湾陆京4号计划改革的持续深入，刚刚改编不久的莒光指挥部又被改为了莒光地区指挥部，简称莒指部。1999年4月，出于台湾部队经时计划改革的实施，莒光指挥部随即奉命改编为步兵第149旅，又称莒光守备旅。2006年7月，又出于台湾部队精进计划改革的需要，已经改编7年之久的莒光岛步兵第194旅奉命改编为马祖防卫指挥部、莒光地区指挥部，并在8年后的2014年3月，又再次因为台湾部队精粹计划改革的实施，马祖防卫指挥部、莒光地区指挥部最终改编为马祖防卫指挥部、莒光守备大队。从1945年进驻部队开始，以莒光为代号的莒光守备部队，在数十年的莒光岛驻守时光中，经历多次换防、整顿和改编，终于在2014年正式改编为莒光守备大队。而莒光岛也因为在该部队历任指挥官的管理下，基础建筑殷实，防御工事坚固，成为一座军事设施完善的前哨岛屿。该部队的军事主官为一名上校大队长，下辖队部、本部连、步兵连、混合炮兵连和机械化步兵连。现如今作为台湾马祖防卫指挥部的重要组成部分，莒光守备大队一般会在驻扎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战时则会成为区域内的防御部队，保证辖区内的安全，还会在发生自然灾害后作为地区应急救灾部队。该部队士兵在岛屿守备期间较为恶劣的驻守情况下，还能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在成为一支军事水平高、纪律严明的精锐守备部队的同时，还将继续以高效和认真延续莒光部队的守备历史。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